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builder HK 嘅編輯阿次啊。之前咧，我哋同大家測試過咧 B&O 推出嘅 Bose Emerge 喇叭，獨特嘅薄身書本外形咧，加埋強勁嘅音效，可以話咧係上年其中一款咧最有驚喜啦，同埋最吸引嘅影音產品。不過雖然咧佢係用 USB-C 供電啦，但係咧就冇內置電池嘅，所以如果大家係想可以放喺唔同嘅地方嚟用啊，甚至拎出街嚟用嘅話咧 ，B&O 最新推出嘅 Bose A5 無線喇叭咧就更加適合啦。內置咗大容量嘅電池啊，機身有呢個手柄，方便擺喺唔同嘅地方嚟用，支援 WiFi、藍牙嘅無線連接，有齊 AirPlay 2、Chromecast、Spotify Connect、網絡電台等等嘅音樂串流功能，甚至咧機頂仲有 QI 無線充電啊，可以一邊聽歌咧一邊幫手機充電，功能相當之豐富。Bose A5 咧係 B&O 最新推出嘅一體式無線喇叭。喺講功能同埋音效之前咧，選擇 B&O 喇叭其中一個重要嘅原因，當然就係極之出色嘅外形設計啦。Bose A5 咧就係首次由2人設計師組合啊 Gianfrattesi 聯同 B&O 合作設計，可以話咧糅合咗南歐啊同埋北歐嘅設計文化。喇叭咧就有兩個版本，分別咧就係天然銀色鋁材機身，配搭編織面罩同埋淺棕橡木手腕嘅北歐編織版本，同埋碳黑鋁材機身加埋深色橡木面罩同埋手腕嘅深橡木版本。北歐編織版咧就偏向 warm tone 一啲，有少少夏天嘅感覺。深橡木版咧就有少少咧冬天嘅森林嘅感覺。手柄啦同埋深色嘅橡木面罩咧都係由丹麥嘅木材製作。機頂啊同埋機底嘅邊框咧就係鋁材嚟嘅，同之前嘅 BeoLite 20幾相似。拎上手咧有少少似呢個手袋嘅設計啊，好有優雅北歐風格。兩個版本嘅質感咧都好出色，亦都方便配搭啊同埋融入唔同嘅家居設計。揭開喇叭嘅面罩咧就可以見到咧入邊收藏住嘅單元。今次 Bose A5 咧就配備咗多達4組嘅單元啊，當中包括咗正面嘅4/3寸嘅高音單元啦，5.25寸嘅定制低音單元，左右後邊咧就各有一組咧2寸嘅中音單元。所有單元咧都有獨立嘅70W Class D 放大啊，所以雖然咧係一體式嘅喇叭啦，但係總功率咧可以達到成280W，輸出嚟音壓咧就有101 dB。而唔同方向嘅單元擺位咧，亦都令到喇叭支援咗360度嘅音效輸出。如果內置咗多組嘅單元啊、放大電路同埋呢個大型充電池等等嘅組件啦，所以 Bose A5 咧體型咧都有翻咁上下，唔屬於嗰種超小巧嘅無線喇叭。定位咧就介乎喺便攜式啊同埋家用喇叭之間。頂部就有手柄，底部咧就有橡膠防滑避震，放喺地板啊、茶几、睡房、客廳換唔同嘅地方嚟用咧都夠晒方便。另外由於配備咗 IP65 嘅防塵防水等級啊，所以喺花園啊、露台啊嚟用都冇問題。有車人士咧拎去露營啊、野餐都可以。電量方面咧，喇叭內置咗9000 mAh 嘅大容量充電池啊，可以提供大約咧12個鐘頭嘅電量。露營啊、野餐啊、燒烤啊都夠聽足一日㗎啦。機背咧就有 USB-C 嘅充電插頭，隔離就係充電嘅指示燈同埋雙咪嘅開關掣。跟機咧就有一條超長嘅粗身 USB-C 充電線，顏色同埋設計咧都會匹配翻喇叭嘅機身啊，細節都照顧得好周到。一個20W 2.25A 嘅火牛啦，就支援咗45W 嘅快充。喇叭頂部咧就有輕觸式嘅操控掣，分別就有電源指示燈啊、開關、藍牙、音量、音樂播放控制啊，同埋預設嘅電台嘅 shortcut。中間咧就係無線充電嘅位置，將呢個支援 QI 無線充電嘅手機啊擺上去咧就可以插到電㗎啦，方便咧一邊聽歌一邊幫手機充電。今次 Bose A5 咧亦都係採用咗模組化嘅設計啊，未來咧可以針對個別嘅零件啦做更換同埋升級。以後如果想轉一下外形啊，或者有損耗要更換，都唔使買嗰隻喇叭。加埋 B&O 嘅 Mosa 軟件平台啊，會一直為 Bose A5 提供新功能，咁就可以延長喇叭嘅使用壽命。呢個咧亦都係 B&O 設計方面咧相當有心思嘅地方啊。Bose A5 喇叭嘅機身咧就只有呢個 USB-C 嘅插頭用嚟充電嘅。音樂播放方面咧就全部都係採用咗無線嘅連接。喇叭內置咗藍牙啦同埋 WiFi， 支援 AirPlay 2、Chromecast、Spotify Connect、BeoLink 嘅音樂串流功能，無論 iPhone 啊或者 Android 手機咧播歌都好方便。仲可以同另外一隻 Bose A5 咧配對做呢個立體聲喇叭，享受到更好嘅音場效果。都係通過呢個 Multi Room 功能啦，同其他 B&O 兼容嘅 WiFi 喇叭咧配搭嚟用。藍牙方面咧就係5.2版本，不過就冇支援到 aptX 等等嘅編碼。擺喺屋企用咧就多數用 WiFi 嚟串流啦，拎出街先會用到藍牙，所以影響咧就唔算好大。今次 Bose A5 咧用到嘅技術咧亦都借鑑咗經典嘅 BeoLab 90同埋 BeoLab 50 Hi-Fi 喇叭，更加引入咗咧響 BeoLab 系列咧首次加入嘅波束成型技術，可以做到咧聲音嘅精準控制啦，提供到更加沉浸式嘅音效。另外咧 Bose A5 亦都配備咗空間補償嘅自動音效校正技術，通過手機 App 設定啦，就可以根據擺放嘅位置啊、播放嘅環境，自動調節到最佳嘅音響效果，更加方便咧放喺唔同嘅地方嚟用。同好多其他咧 B&O 嘅無線喇叭一樣啦 ，Bose A5 咧亦都可以通過 B&O 手機 App 嚟到方便咁操作同埋設定，仲有升級嘅喇叭嘅 firmware。打開 App 之後咧就可以見到連接咗嘅 B&O 器材啦，亦都係撳呢個加號咧加入呢個新器材。主界面咧可以見到電量啊、預設嘅
電台同埋3 mode 等等嘅選擇。預設嘅音效模式包括咗人聲啊、Party 啊、Night mode 等等，亦都係進入B&O 嘅調色盤音效調節界面啊，方便咁根據呢個感覺啊微調音色。另外仲有 EQ 嘅高低音調校，音效調節就好靈活。用家亦都喺選單入邊選擇進行呢個空間補償啦。喇叭會發出一啲測試嘅聲效嘅，再利用機身嘅收音咪嚟到接收進行呢個運算，調整喇叭嘅音效啦。之後就會有對應嘅最佳模式選擇啦。響 Sound Settings 嘅部分就可以選擇做呢個立體聲嘅配對啦。用家可以自由設定呢個左右喇叭，以至發出測試嘅聲嚟到確認翻個擺位，幾靈活周到。亦都係通過 Built-in 嘅功能連接其他 B&O 嘅喇叭嚟到播歌。至於 Chromecast 功能同埋 AirPlay 都可以喺 menu 入邊啟用翻嘅，方便 iOS 同埋 Android 嘅用家串流音樂。Music 選單入邊就可以通過 DRNA 同埋 UPnP 嘅功能播放本地 NAS 或者電腦嘅音樂。最後邊就係網絡電台嘅 menu 啦，可以選擇電台播放啊、加入最愛電台等等。響主界面你都可以見到相應嘅設定。響機頂撳翻對應嘅 shortcut 就可以直接播放噶啦。menu 入邊亦都有個實用功能啊，可以睇翻電池依家嘅電量啊、剩低嘅充電啊或者播放嘅時間，要拎出街嚟用嘅時候就更加方便啦。至於音效表現方面 ，BO3 A5 嘅音量相當之充足啊，280W 嘅總輸出的確令到喇叭可以提供到好強嘅能量感，加埋360度發聲啦，可以幾容易填滿到100-200尺嘅空間。官方建議嘅最大聆聽空間甚至可以達到成500幾尺啊，而且開到接近最大聲都冇拆聲嘅情況。另外人聲嘅清晰度亦都相當之好，聽流行曲有好唔錯嘅音效還原效果。喇叭就有 narrow 同埋 wide 嘅音效設定 ，narrow 之後聲音會比較集中一啲，比較容易feel到音效係由喇叭發出。不過人聲同樂器會更加清晰一啲，而 wide 嘅設定音效擴散會更加強啊。加埋本身唔錯嘅分析力，樂器通透明亮之外人聲依然保持到清晰，音色就好均衡。個人就更加中意呢個設定，咁大部分唔同環境嚟用都有相當之理想嘅效果。另外做空間補償之後三頻嘅分佈會更加平均一啲，人聲同樂器嘅清晰度啊同埋立體感會再有啲提升嘅。今次 BO3 A5 嘅低頻就相當之充足啊，內置嘅5.25寸單元可以帶嚟相當之唔錯嘅低音量感啊同埋衝擊力，音效亦都相當之紮實有彈性，尤其低音嘅擴散性好出色啊，可以營造到好唔錯嘅音場效果。BO3 A5 嘅售價北歐編織版就係8498，深橡木版就係9298，有優雅靚仔嘅外形啦 ，AirPlay 2、Chromecast、Spotify Connect、DRNA 等等嘅串流功能夠晒豐富，而且仲有大容量嘅電池啊，可以放喺唔同嘅地方，甚至拎出街嚟用。仲有 QI 無線充電，可以擺手機上去，一邊充電一邊播歌，而且音效表現亦都相當之唔錯。最主要係喇叭嘅做工啊同埋質感的確相當正啊！依家 BO3 A5 淨係響 B&O 專門店有售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 B&O 嘅專門店親身試聽試玩一下。好，今條片就到呢度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